是什么天外杀手，威力比灭绝恐龙的1公里级小行星还夸张。传闻里仅汽车大小的这种天体撞地球就能直接抹掉整个美国，甚至有人猜测1908年的通古斯卡大爆炸就是他的手笔。难道太阳系真的藏着这种违背常识的恐怖天体？不，阴谋感的传闻背后是完全符合物理规则的反物质流星猜想。我们印象里的流星总带着毁天灭地的标签，一次撞击就能抹平大片生命区域，但其实绝大多数流星对我们毫无威胁。打个比方，每天砸向地球的100多吨沙粒大小的宇宙颗粒，就是宇宙下的毛毛雨，我们完全察觉不到。平均每年冲进大气层的汽车大小流星，只是天空免费的烟花秀，还没落地就烧得干干净净。只有间隔100万年级别，我们才会遇到1至2公里宽的末日级流星，这种撞击才会造成全球性灾难。不过从恐龙灭绝到现在，我们还没碰到过，运气可以说相当好。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决定流星撞击威力的从来不止体积，甚至最恐怖的撞击压根不需要多大的天体。这就得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理论，宇宙中可能存在一种极为罕见的流星，构成它的物质比普通岩石奇特得多。从外观上看，它和普通太空岩石长得一模一样，放在你面前你都认不出来，但普通流星顶多在大气层划出一道火尾。这种特殊流星只要撞到地球，哪怕个头很小，爆炸威力都能超过最大的核弹。如果是1公里级的这种流星撞上，威力和灭绝恐龙的普通小行星相当，却能直接把整个地球炸得渣都不剩。它就是反物质流星。你肯定会问，反物质流星真的存在吗？我们怎么区分它和普通流星？它长到多大就会对地球造成致命威胁？今天咱们就拆解反物质流星背后的科学逻辑，看看太阳系里到底有没有这种恐怖的天外来客。先给大家补个冷知识点，反物质是物理学里最怪异的存在之一，它和普通物质就像镜像双胞胎，所有属性几乎一样，只有2个核心区别。第一是携带相反的电荷，第二是只要一碰面，两者就会完全湮灭，100%转化为纯能量。按照现有大爆炸理论，早期宇宙诞生了等量的物质和反物质，按理说所有物质都会和反物质同归于尽，根本不会有现在的宇宙，更不会有人类。但现实是这种情况没发生，当时每10亿对正反物质粒子里莫名其妙多出来了一个普通物质粒子，就是这极其微小的差异才攒出了我们现在的整个宇宙。说你是138亿年前的天选之子，真的一点都不夸张。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是物理学的顶级谜题。我们目前能稳定观测到反物质的地方，只有欧核中心的粒子加速器，甚至不少医院的小型加速器也会造正电子用来做 PET-CT 扫描。但我们现在看不到天然反物质，不代表宇宙里没有小型的反物质团块。宇宙大爆炸早期还是夸克胶子等离子体的时候，虽然整体上普通物质比反物质多，但局部区域的粒子数量是有随机涨落的，就像你扔硬币扔的次数足够多，总会出现连续几十次全是正面或者全是反面的情况。这些反物质偏多的局部区域在引力作用下完全有可能聚集成反物质主导的天体。如果这些团块足够大，就不会在早期太阳系里和普通物质完全湮灭，反而可能形成反物质恒星、反物质行星，周围的普通物质撞上它们之后湮灭，最后剩下的就是完全由反物质构成的恒星系统。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科幻设定？但这种反恒星系统完全符合物理规则，反物质和普通物质遵循完全一样的引力定律，单看外观和普通恒星没有任何区别。唯一的破绽就是普通物质撞上它的时候，湮灭会释放出强烈的伽马射线。有意思的是，2021年费米伽马射线望远镜真的在银河系里找到了14个符合反恒星特征的伽马射线发射源，排除脉冲星、黑洞的可能性之后，完全有可能就是反恒星。按照观测数据估算，银河系里反恒星和普通恒星的比例大概是1:40万。既然反恒星都有可能存在，那存在反物质流星，
是不是也很合理？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这种反物质流星能跑到地球来的概率有多大？其实反物质流星撞击地球的猜想早就不是新鲜事了。早在上世纪40年代，也就是反物质的概念被发现10年之后，俄裔美国物理学家弗拉基米尔·罗汉斯基就提出了猜想，太阳系在过去可能曾经路过反物质恒星系统，太阳的引力把对方系统外围的反物质流星拽了出来，扔进了我们的太阳系。反物质流星没法在我们的太阳系里形成，因为一碰到普通物质就会湮灭，但在几乎空无一物的星际空间里，没有东西可以和它们反应，所以完全有可能长期存在，甚至现在就混在太阳系的小天体里。如果它们真的存在，说不定我们早就见过它们留下的痕迹。在罗汉斯基提出猜想之后不久，美国天文学家林肯·拉帕兹就提出，地球上一些找不到陨石残骸的撞击坑，说不定就是反物质流星撞出来的。那反物质流星真撞到地球的话，到底会发生什么？咱们可以算笔账，提前知道要警惕什么样的异常现象。如果你哪天看到一颗流星划过的时候，身边的辐射检测仪突然疯狂报警，你第一反应是掏手机拍还是找掩体？评论区聊聊你的操作。首先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反物质流星要多大才能活着穿过大气层撞到地面？先给大家说个冷知识，大气层和太空的边界至今没统一。欧洲人认100公里高的卡门线，美国人认80公里。但不管怎么算，地球 90% 的大气质量都集中在16公里以下的低空，相当于地球穿了件 90% 重量都堆在胸口的防弹衣。每平米截面的流星垂直落到地面，沿途会撞到大概10132公斤的大气，反物质和物质是1比1湮灭的，所以流星的质量至少要超过这个数，才能有残骸撞到地面。我们按普通球粒陨石的密度来算，反物质流星大概是每立方米3400公斤。这里要提个有意思的物理规律，流星越大，表面积越大，沿途撞到的空气越多，但体积是3次方增长，表面积是2次方增长，所以质量够大的话，肯定有剩余的残骸撞地。我们大概算了一下，一个3米乘3米乘3米，也就是差不多普通客厅大小的反物质流星，总质量是91800公斤，沿途湮灭的大气只有91191公斤，最后能剩下大概608公斤的反物质撞到地面，差不多是一架三角钢琴那么重。那这600公斤反物质爆炸威力有多大？直接套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2就行。600公斤反物质湮灭释放的能量是 5.4 乘10的19次方焦耳，再加上被湮灭的600公斤普通物质释放的同等能量，总共有108万亿焦耳。这个数听着没概念，给你做个直观对比。100万吨级的核弹释放的能量是 4.18 乘10的15次方焦耳，人类试爆过的最强核弹是5000万吨级的沙皇炸弹。爆炸的时候，55公里外的小镇直接被夷平，160公里外的木质建筑全被毁，1000公里外能看到爆炸的强光，挪威、芬兰的窗户都被震碎。就这样的威力，还不到这600公斤反物质爆炸威力的5000分之一。如果这600公斤反物质流星落到德克萨斯州，整个州会直接被抹平，中心区域直接蒸发，外围区域也会被冲击波完全摧毁。这还只是撞地的600公斤的威力，还没算大气层里湮灭的9万多公斤反物质释放的能量。虽然部分能量会散到太空，但剩下的威力足够覆盖整个美国。而这一切仅仅是一个客厅大小的反物质流星造成的。不过大家也不用慌，这种事发生的概率基本等于你连续中10次彩票头奖。首先，太空不是完全的真空，哪怕是星际空间里也有零星的尘埃。反物质小行星在星际空间里旅行的时候，碰到尘埃就会湮灭，最多能存活300年。而太阳系上一次和其他恒星近距离接触是7万年前的舒尔茨星，哪怕当时真的抓过来反物质流星，这么长时间早就和尘埃湮灭完了，根本不可能留到现在。就算真的有大型反物质彗星闯到太阳系里，我们也能提前发现，它们在飞行过程中碰到星际尘埃会持续释放伽马射线。我们的天文望远镜
一眼就能识别出来。到现在我们还从来没观测到过这种天体。所以总的来说，虽然反物质流星的威力是毁天灭地级别的，但它能存活到撞上地球的概率基本可以忽略。前提是反物质恒星和反物质流星真的存在的话，我们现在还是非常安全的。说到这，肯定有人会想到1908年的通古斯卡大爆炸。当时一个火球划过西伯利亚的天空，在空中爆炸的威力掀翻了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30公里外能看到比太阳还亮的闪光，爆炸声震耳欲聋。直到1927年科考队到现场的时候，都只看到了倒伏的树木，几乎找不到任何陨石残骸。这会不会是反物质流星干的？大家不用瞎猜，现在已经有定论了。反物质爆炸会释放大量伽马射线，还会留下特殊的同位素痕迹。通古斯卡现场完全没有这些特征，目前的共识是它就是一颗普通的岩石小行星在空中爆炸，和2013年的车里亚宾斯克事件是一样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反物质流星撞击地球的证据。研究反物质流星不只是帮我们排查潜在的末日风险，更是帮我们搞懂138亿年前人类文明到底是怎么从正反物质湮灭的死局里侥幸诞生的。搞懂这个谜题，才算真正知道我们来自哪里。关注我，下次带你扒更多宇宙里的隐藏冷知识。点赞收藏不迷路。想看啥宇宙硬核内容，评论区告诉我。